现在开始录。现在要拍你。我想问一下，现在在台湾在台北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假如说你在这边租一套房子，大概是多少钱？如果以台北租一套房子的话，对，你要一个人住，一个人住，你基本的我觉得要台币大概15000左右吧，15000，这是基本的大概15000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假如说基本的工作工资是大概多少钱？在台北入门薪资的话，入门薪资我觉得台北可能4万块到4万5吧。4万5，等于是租房就要去掉1/4。租房就要去掉1/4，这样差不多1/3。1/3到1/4。你以一个比较入门的工作来讲，对于你是要来租房子的人，其实存不太到什么钱。入门工作就不会租那种房租了，你跟人家去。然后你说这个房子，一点点这个房子大概多大？就4万5的，这个1万5的房子大概多大？一个房间而已。就是一个双人床，然后书柜、书桌跟一个厕所，顶多就是这样。有几平？哦，你们这种平的话，我们是用平方米，我不知道你会算平方吗？你就用你们的平好了。你要问题，你之前那个房子有一个房子那个几平啊？多少钱？它那个差不多基本单位，但是它那个是好一点的捷运宅。我觉得你刚刚的问题的话，应该是一个7平左右，7平左右，或者7平之内。然后还是跟别人合住。我觉得这是单独的，这是单独的7平，全部是自己的空间，1万5。然后这边工资是4万多，然后这边基本的工资。假如说你自己在家做饭的话，每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要多少？或者是偶尔出去吃一次外送，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多少？我觉得可以抓在一天，你如果不是特别奢侈的话，我觉得一天300-500块差不多，一天500块可以啦，1万块生活费。对。然后这边坐公车、捷运一个月会花多少钱？我觉得应该1500吧。要1500。你问我这个交通费的话，我好像比较没有自己去算的。坐捷运的。他可能对，我们可以综合补充啦。我们有一点1500，但是我没办啊。我们有那个一个月可以无限制达成的这种，但是我没有办。明白。对，但是我觉得1500可能差不多啦，因为现在其实是有通行的 T Pass， 反正就是你付一个定额，但是就是一个无限制达成一个套餐的样子。对，明白。是。然后，如果来这边生活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医疗方面。我知道台湾人是有健保，全民健保是免费的。假如说外国人来这边生活的话，看病这些你知道费用吗？或者是医疗保险的费用？其实很多的台湾居住美国的人，有双重国籍的，他们回来看牙或这些小问题，都会直接回来台湾看，甚至大一点的问题也都回来台湾这边看病的，因为便宜很多，就算没有所谓健保身份，还是比欧美看医生来的便宜太多，而且服务跟品质也都很好。你大概知道大概的价钱吗？假如说去看普通门诊的话，挂号费。台湾一个，我说我们如果有全民健保，看一次大概150-200块吧，台币。这是有全民健保还是没有全民健保？有全民健保一次100。诊所200，挂号费200。大医院，这是三甲医院大的500-600但我想三甲是大陆的，就是最好的北上广这种的最好的医院，对，是500。然后像你现在说的是有台湾健保是台湾人的情况下，对。如果不是台湾人的情况下，是一样的价格，还是说会差不多，会贵一点，会贵1倍，会不太知道贵1倍吧。可是对于可能外国人来讲，还是便宜，还是便宜的，还是超便宜，还是便宜啊。但假如说做手术啊、住院也都是全免的，没有要钱，覆盖，要付钱，而且其实部分负担啊，但其实因为台湾医疗技术也比较先进，其实医生通常也会比较鼓励你用比较好的医材，就是希望你自己多付点钱，然后可以有比较好的医疗服务，这样子医材啊、药啊之类的。那这个可能价差就看你的疾病或是你需要的状况，可能价差会很大。去过大陆什么地方？
我从疫情，我疫情前好多次，这个10几年前去过一次上海，第一次，然后是世博会那一年，印象也没有很好。就说真的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技术就是哪方面没有很好？人民的素质，因为可能世博会吧，大家乡下人都进城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在台湾比较少看到。基本上，可能喜欢插队，或是这种对身体比较没有边界感的这种事情会不断发生。然后，对小孩，我印象蛮深刻的，就是在会场的里面，可能某一个广场里面，然后小孩就妈妈带着小孩在场馆边周围便溺，就小便这样，我觉得比较夸张，就是台湾应该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下会觉得那时候世博会10几年前是对于上海的硬体，就是说，真的都有规模的这样子，但是人民素质或是我觉得都还有一段的落差。然后到疫情结束之后，这个2次也是去上海，前后大概差了13年吧，也是去观光，对，都是去观光，对，就是刚好也有朋友在那边嘛。你觉得有什么区别？10几年？我觉得人民素质已经慢慢跟上来了，是吗？然后我觉得基础建设、城市规划，然后环境整洁来讲，我觉得已经是有真的是国际城市的水准。你觉得台湾年轻人和大陆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吗？这个可能我觉得还要跟看到的你所身边认识的人做对比，因为其实我算比较早就有认识一些，那这个就是说早期在两岸交流比较频繁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认识到一些交换所谓的交换学生。那我是觉得能够来台湾交换的学生，基本上状况都还蛮不错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至今就还有在联络的，他们思维想法，还有说在工作的岗位上，其实都是觉得还是很厉害，就是说都是很好的学生，都是很好的学生，就是对复旦大学跟山东大学应该都算一流的，对，就是算蛮好的学校。然后有后来就是跳级，反正在美国后来攻读博士。对，然后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，所以其实从聊天的深度来讲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跟你年纪相仿，你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不同的事情。就文化上，你就是不是只有说，他不是你路边随便看到的路人，他可能对，就是说中国来讲，他的人非常的多，但是你一定也会刚好有遇到精英的，他们的思维程度跟深度其实是。也是对，很值得赞许的这样子。你有在大陆工作过吗？没有，等于是有去过2次观光。对，然后不止2次，后来疫情之后，就是对于上海改观了，然后改观的点是就是第一次去，它人民素质不是那么好，然后整体的建设好像也有一点跟不太上。世博会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那一次第一次到上海去的时候，他们的捷运就上海的捷运是到站之后，它2道门对不紧的。就是还要前后的挪动之后，是吗？对紧打开，然后大家全部冲进去，一定要位置。它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站几站就算了，他们是没坐到位置，会觉得对我好像天要塌下来那种感觉。对，会有那种你觉得在生活的感受度上，你会觉得好像还是跟台湾或者对日本台湾人很常去日本旅游，那个感受度是觉得有点落差。那你会觉得台湾整个社会会更像日本一点吗？还是说会更像比较大陆一点？比较像日本一点。现在我也很难说出个准的，因为其实我就说疫情之后再去的大陆、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，其实我觉得整个素质有慢慢。就是整个都有起来有跟上的这样。你有去过比较就是2线或者是乡村吗？安徽吧。安徽应该算。那你觉得安徽怎样？就真的比较落后。对。然后因为去景区吧，就是去黄山的，大家一定会去的。那你就会觉得满山的人，你会觉得旅游的体验来讲，景色很好，但人多到一个，你会觉得有一点。你是节假日去的吗？
暑假。那应该算人多，因为小孩放学，对对对。这乡下应该算是乐山那里，乐山大堡。四川。对，后来上海之后有去了四川、成都、重庆。有吃那边的那个，他们那边有那个兔头，有吃吗？成都的兔头。我朋友前阵子才，就是他住墨尔本，澳洲墨尔本，然后他也是大概1个月前去成都跟重庆旅游，然后最后一站是台湾，他带了一个兔头给我，然后我到现在还没吃，就不太敢吃这样，但是在那边就是你随处可见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觉得我是比较早就尝试或了解了，算是台湾人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会觉得，现在媒体跟舆论上会造成一个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两岸对立的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。所以有些时候嘞，我必须讲说，你亲身体验之后，他们的好，跟不好，我觉得都有啦。那对。你如果只有讲好的话，我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会被贴标签，你就是亲近那些人。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就旅游体验的分享来表示而已。对对对，没有所谓意识形态或政治的那个选择说反正中国一定很好。我觉得我们两岸人沟通难免会讲到这个问题，一定啊，懂吗？就是因为这个事实摆在那边，然后你会觉得，假如说你以后有机会去大陆工作，你会想去吗？不会啊，不会想去。旅游可以啊，就短时间或生活，可能可以，因为其实两岸就很近啊。你真的有飞机的话，你也是1-2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呀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不会？还是应该你的朋友、你的归属感全部还是在台湾，就从小在台湾长大的话，应该还是这边比较习惯。你就讲打个麻将好了，你找也是这边找的朋友，你那边是重新，你这个前提是，你真的要去那边重新开始，或是他有更好就假如说那边给你更高的钱，那可能可以考虑，对，可以再考虑，还是要考虑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就生活层面来讲，我觉得整个感受度还是台湾会比较习惯了，或者说习惯喜欢这样子。最后一个问题就问一下，因为假如说以后两岸关系越来越好的话，你觉得两岸会发生什么变化？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对，也是大家会经历的问题。会什么变化？就是合跟不合而已啊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要看领导人的想法了，因为我觉得，台湾毕竟你说以选票决定出来的政治领袖，其实他们才是领头的。那我是觉得我比较消极一点，就是最后会怎么样呢？就让命运去决定吧。你是消极那方面，比较是这样子。对，应该说我改变得了什么？对，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一块土地生活的人，对，这样子。我觉得与人为善，对啊，也不说制造什么乱子就好了。对，当然呢是希望能和平是最好了，就是不要有战火的发生。当然，那其他我觉得就是去讨论去谈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身为这种市井小民就只能被动接受。确实是。好，谢谢你。对。